这才是鸡肉最简单好吃的做法。鸡肉没有一丝腥味，而且香浓味美，鲜嫩入味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易学的下饭菜——葱油焖鸡的做法。即便是不爱吃葱的人，都会爱上这个做法。首先准备一只剁好的土鸡，把鸡块放入一个大盘里面。剁鸡块的过程大家不爱看，这里直接跳过。然后朝盘中加入3勺玉米淀粉或者面粉，把鸡肉干抓一下，尽量让每一块鸡肉都包裹上玉米淀粉。生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能够附着鸡肉表面的血水和脏东西。然后加入没过鸡肉的温水，简单的抓洗一下，把鸡肉表面的血污清洗干净。洗净后立刻倒出来沥水，准备一大锅清水，水要多一点。我们把鸡肉冷水下锅。最近天气变热了，如果不是现宰现杀的鸡，最好要焯水，因为夏天的鸡肉放置一会儿就会产生让人不愉快的异味，而焯水能够去除这些异味。朝锅中加入几个生姜片，再加入一点小葱段，加入略多一点的黄酒或者料酒，然后开中火把水慢慢的煮沸。在煮沸的过程中，鸡肉就会慢慢逼出内部的血水和杂质，从而形成浮沫。大家不难看出，此时的鸡肉产生的浮沫要比天冷的时候多出不少。我们用漏勺撇去浮沫。水开后再煮2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要把鸡块全部捞出来，切记不能久煮，以免营养的损失。捞出了鸡块，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温水里面，把它们清洗干净。切记不要用冷水清洗，以免因为温度的剧烈变化导致鸡肉急剧的收缩，从而口感发柴。洗净后倒出来，沥干鸡块表面的水分，待会煎的时候才不会粘锅。等待沥水的时间，我们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把根部切掉后，把小葱切成大小均匀的葱段，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洋葱，从中间对半切开后，改刀切成小块，切好后用手把洋葱片抓散，然后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多一点去皮的姜片，也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喜欢吃辣的朋友，再准备适量清洗干净的新鲜的小米辣，去蒂后改刀切成圈，切好后和姜片放在一起。准备一口无水无油干净的锅，锅中加入略多一点的植物油。油热后，我们先把葱段放进去，开小火慢慢的浸炸，把葱香味炸进油里面，从而形成葱油。因为葱段的粗细不一样，比较细的葱段会提前炸好，变成茶叶的颜色，要把它们及时夹出来，以免变糊发苦。就这样一直炸，炸到所有葱段都变色了，就把它们都捞出来，换成中火，把锅中的油加热。油热后，把沥干水分的鸡块放入锅里面，我们把它们煎一下。用油煎过的鸡块会突出鸡皮里面多余的油脂，还能挥发带走水汽和腥味，同时还会在高温的作用下发生美拉德反应，赋予鸡肉更多的色香味。一边煎一边翻动一下，一直煎到鸡块表面变得微微焦黄。全部煎好后，把鸡块夹出来。如果您觉得锅里的油比较多的话，可以倒出来一部分用来炒青菜。再次把锅中的油烧热，我们把姜片放进去，再倒入洋葱块，不断的翻炒，把它们都炒出香味。等洋葱变软后，把鸡块重新倒入锅中，铺在洋葱上面，趁热加入1大勺料酒，激发出香味，并挥发带走最后一丝腥味。再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激发出酱香味。加入适量的老抽，给鸡块上色。接下来根据个人口味，加入一点盐，再加入一点白糖，加入一点胡椒粉，加入1勺量的蚝油，然后开大火翻炒均匀，并把鸡块炒上色。把鸡块炒变色后，就可以加开水了。接下来朝锅中加入足量的开水，开水要一次性加够，还要刚好没过鸡块，切记不能加冷水，以免鸡块因为热胀冷缩，从而导致肉质发柴。我们用勺子把鸡块压平，让它们都泡进汤里面。水开后，我们盖上盖子，调成最小火焖煮20到30分钟的时间。具体时间要看鸡肉的年龄和品种，如果您把握不准的话，可以尝一下鸡肉。30分钟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，一股香气扑面而来，真的是太香了。然后就可以开大火收汁了。收之前，您可以尝一下味道，看是否需要补充一点盐或者老抽。大约再煮5分钟的时间，汤汁就收的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倒入全部的小米辣，煮到汤汁浓稠，即可起锅装盘。一道汤浓味美的葱油焖鸡就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鸡肉真的是太香了，有着浓郁的葱香味和鸡肉香，鸡肉鲜嫩爽滑又入味，不腥不柴，回味无穷。夹上鸡块，淋上一点汤汁，拌着米饭一起吃，
真的是特别下饭。喜欢的朋友还不赶紧去试试吧。我是大叔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